MON 在乎的不是你的工资，而真正是你的用途，你到底有什么用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我的频道，我是任意。那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，我终于拿 BR 了。那拿这个 BR， 其实我真的是拿了很久了。那我也不是说什么新手，所以也要在这里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，其实拿 BR 并不难。Wait, are you serious? 只要你懂它的窍门，还有 MOM 要求什么，拿 PR 真的是1年时间就可以拿到了。那今天视频我会来跟你分享新加坡的3个不同的工作准证，包括 PR， 然后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成功的例子，就是那些 PR 的是怎么容易的拿到他们的 PR 的。所以现在就来简单了解一下新加坡的这3个工作准证，就是分别有 Work Permit、S-Pass 还有 EP。那 Work Permit 其实是最容易拿到，也是最容易申请的，不需要什么 qualification， 也不需要你拥有什么资历都好，你可以直接去申请你的 Work Permit。当然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工作在新加坡才有这个 Work Permit 的。然后到 S-Pass， 就是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工资要求，就是可能你也是可以从 Work Permit upgrade 来 S-Pass 的，但是不是从 EP 到 S-Pass。S-Pass 跟 EP 是差不多相等的。然后到 EP 也是最严的一个要求，就是你的工资必须要达到4500以上。那我相信 MON 一直都在调整它这个工资的要求，感觉要申请这个 EP 也是越来越难的。 I hate everything. 但是呢，等下你听了我的成功例子，你就会发现 EP 并不难拿。当然 EP 是一定要有学历的，如果你们学历是不可以拿 EP 的，就是你可能就是可以拿 Work Permit 或者是 S-Pass 而已。那在这里也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其实 MON 并不在乎你的工钱，你相不相信？所以拥有 degree 很好，但是不够好。MON 其实不在乎你拿什么 degree 都好，他在乎的是你拿的 degree 的专业是什么，就是你是在行医疗界 construction 还是 banking industry 这些，他非常在乎你的专业的，尤其是你的 degree 是从什么国家、什么学校还有什么专业的，都是在他们的考量之中的。那了解了这3个工作准证呢，你要知道这3个准证哪一个可以让你变成 PR。那只有 S-Pass 和 EP 可以让你变成 PR 而已，而 Work Permit 是不可以直接 direct 变成 PR 的，只有 upgrade 到 S-Pass， 就是 Work Permit 去 S-Pass 才有几率变成 PR。接下来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拿这3个工作准证都会遇到的不同的障碍。那拿 Work Permit 和 S-Pass 呢，都需要一个 deposit 在于签购这些 mobile plan 呢，就是如果你去新挑还是 M1 这些新加坡的雕扣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要申请这个电话，他们会直接跟你说你需要一个 deposit， 就是300块、800块这样子等等。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调这个 deposit 的需求，因为呢，我觉得1年会比1年贵啦。再来就是申请信用卡，如果你是以外国人的身份，这样像 Work Permit、S-Pass 或者 EP 的话，都是一定要达到一个工资要求的，就是很像4万块。那如果你是 PR 的话呢，你不需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，很像3万块这样子你就可以申请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，你必须要有高过差不多4万块这样的工资才可以申请。那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，就是 MON 其实并不在乎你的工资要求。那所以不看你的工资要求，那他们看什么呢？他们看的其实就是你的专业，还有你的 credential。比如是 medical field construction， 还有 driving license， 甚至是你的 degree education cert 或者 diploma 的话，他们都希望是新加坡的。从我们知道可以在马来西亚吃 kopi money 这一个东西呢，就知道只要你有钱 license 都可以买啦。所以你觉得新加坡不严吗？那就举我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我其实本身已经是有一个马来西亚的驾照了，但是来到新加坡做 PR 呢，我还要重新申请新加坡的 driving license。真的是非常的浪费钱，而且浪费很多的时间。所以现在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些成功的例子，就是其实拿 PR 一点都不难。第一，如果你的对象是 PR 或者是新加坡人的话，在新加坡申请 PR 真的是不难的，只要你们有 ROM cert 就好了，所以名字就不用说了。再来就是你要拥有一些有用的专业，例如像 medical field、construction field， 像如果你是护士、土木工程啊这些有用专业 physiotherapy 啊，
你来申请 PR 呢，新加坡都非常欢迎你的。但是不是那些专业很像 banking industry、psychology 啊这些行业呢，专业呢都是满街都是。所以来这边呢，一定要有一些专属的，就是新加坡需要的，就是很像护士、医生。土木工程、建筑这些等等都是蛮特别的，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非常需要的一些专业。那主要还是要说到 medical field，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个护士朋友，他们都是拿 PR 在新加坡做护士的。那我这些 PR 的朋友呢，有 range from degree diploma 还有 IDE 的朋友。那不管他们工资多高、多低、多好，像甚至是2000多块护士的朋友都好。他们也是一下子就拿到 PR 了，就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护士的专业咯。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MON 看的是什么了吗？ Nice。所以就读医疗等等这些行业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面，因为新加坡需要你们。所以不要以为你花这个几万块去考一个 degree， 就觉得你申请 PR 的几率就很高，那是错的。但是如果要考的话可以，但是呢要在新加坡考，因为这可以说是一个认可的，就是你有新加坡的cert。那国外考的cert，我不是说那些什么 Harvard、MIT 这些学校的cert，这些学校的cert，如果你来新加坡的话，新加坡欢迎你都来不及了。所以真正的重点就是你要在新加坡读书拿 degree，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 recognition。那我本身也是就读新加坡大学的，然后毕业了后我就在新加坡工作了。那认识到很多 PR 的这些朋友呢，也是很多一下。然后他们一些就是我的同学，就是他们跟我一起毕业，然后没有达到那个 EP 要求的这个工资呢，他们就可以直接拿 EP 了。然后他们工作1年这样子，他们就变 PR 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shortcut 的一个问题啦。所以从这里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要考一个degree文凭，在新加坡考还是最棒的选择。工资同样没有达到4000、5000，同样也是 fresh grad， 他们在新加坡就可以直接拿 EP 了，然后就慢慢的变成 PR， 非常的快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为止。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下一期的视频呢，我会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 first gen 和 second gen PR 的很大的差别在哪里，所以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